这是个火星探险队长艾文遇险的故事。艾文在火星的风暴季带领着赤峰7号探险车队前往附近的盆地进行稀有矿石的勘探。风暴并不是地球上那种风，是能够把钢铁撕碎、铺天盖地的红色飓风。已经是第10天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一次剧烈的太阳斑药爆发，让车队的主导航设备彻底失灵。队长埃文站在指挥车门口。玛利亚医生，队员的心理状态如何？埃文的声音没有波动。玛利亚深吸口气。埃文，在这种地方做心理报告，看看他们。卡尔精神崩溃，再踢下去腿和控制台总有一个要报废。陈已经变成一个婴儿了，而老汤姆不停地在传播末日论。所以，你的专业结论是什么？结论？我的结论是，生存困境指数已经爆表 ，AI 已经无效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团队要崩溃。个人状态需要服从集体，你的职责是稳定，回去，哪怕是伪装，去降低他们的情绪，这是队长的命令。玛利亚愣在原地，身体微微发抖，不是冷，是愤怒、恐惧和一种被彻底否认的绝望。埃文心想，食物、氧气、水，这些补给还能继续维持半个月，但是队员情绪不稳定，如果小队的情绪崩溃，我们可能真的要玩完。2天过去了，火星的沙尘暴好像一只永不疲倦的巨兽，狠狠咬住了探险队。车内的空气中只剩下绝望和低语，还有陈那婴儿般的哭泣声。蟹肉。一个冷静的声音撕破了车内的死寂，是工程师伊万。他死死盯着一个仪表盘。氧气罐，压力在掉，是泄漏。所有人立即佩戴应急面罩，启动紧急供氧模式，快！一片混乱中，只有一个人没动，是卡尔。够了！卡尔猛然起身。我受够了，现在氧气也没了，都是因为这个老疯子，整天末日。他是不是要把我们当祭品献给这该死的火星？他的手指猛然一转，狠狠戳向了埃文。你这个冷血废物队长，就是你，只知道瞎指挥，你根本不懂，我们完了。卡尔，冷静，我们需要等待机会，佩戴面罩，这是命令。哈哈哈！凯尔狂笑起来，他突然指着红色的沙尘暴。你们瞎了吗？看啊，风停了，阳光多好呀！那边有绿洲，有水，有树，我得救了。话音未落，卡尔像是着了魔一样撞开了车门。卡尔发疯了一样向沙尘暴中奔去。情绪是低效能源，我们的恐慌正在消耗本就不多的物质，越是极端的环境，冷静就越重要。曾继续发出了抽泣声，而医疗官安娜记录下了时间。卡尔·米勒，生命体征消失，死因暴露。在原因的一栏，他停住了几秒，写上情绪失控后自我选择。卡尔的死亡给赤峰7号小队所有人的心上蒙上了阴影。外面震耳欲聋的风声出现了波动，时强时弱。我们不能指望基地救援，我们必须等待，然后自救。此时队员正无精打采地看着队长。停了！医疗官安娜说道。外面的风暴毫无征兆地停了，这突如其来的安静让人心惊。工程师伊万立刻冲出车门。有效光照，临界值以上，光子通信量达到极限，重新启动通讯设备维修工程。伊万冷静飞快地维修通讯设备。为什么有一个不知源头的脉冲信号？埃文立刻凑到屏幕前，锐利的目光捕捉到了那个异常信号点。我去那边看看。埃文立刻穿上了厚重的工作服，消失在红色的迷雾中。时间1分1秒过去了，车内氛围紧张的要爆炸。突然，气闸门开了，埃文回来了。他手里拿着一个沾满红纱、看上去有点眼熟的装置，是伊万精神崩溃掉在外面的通讯中继器。这个装置短路了，关掉试试。伊万拿起设备研究，随着装置的关闭，伊万大叫了一声，设备恢复通信功能。整个团队的希望被重新燃起了。队员们开始清点所剩无几的物资。赤峰7号探险队开始了回基地的旅程。历经艰辛，赤峰7号缓缓驶入了火星基地那巨大冰冷的钢铁闸门。没有欢呼，没有拥抱，迎接小队的只有基地有点刺眼的灯光和一份冰冷的通知。艾文队长，请立刻前往中央指挥所，
进行事件回报。广播里 AI 的合成声没有意识温度。艾文独自前往中央指挥所，指挥所内，艾文正在做报告。任务编号 HX-7-1043，勘探卡尔西什高地边缘汽油换时点，幸存者6人，死亡4人。死亡原因：事故突然，群体恐慌蔓延快速，但及时控制恐慌情绪，未出现2次减员。在指挥所内停留了将近半个小时，全息投影传来 AI 和决策者的裁定。埃文队长，任务目标未达成，损失重大，评估为极端条件下，决策者路径符合 AI 判断，情绪控制合理。结论：评估通过。埃文允许继续招募队员，继续带领赤峰7号。埃文转身踏出了中央指挥所。这是一个来自2046年火星探险队的故事。故事结束，但埃文的背影、AI 那冰冷的判决，还有那消失在红色沙尘暴中的卡尔。火星很遥远，但是这种效率至上和人性温度的冲突，其实离我们并不远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